地球上有2個太陽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地理課上，老師正在講解2個太陽的協同運行規律，同學們埋頭記筆記，無一人發出質疑。我感到一陣陣寒意，轉過身看向窗外，天上只有一個太陽，淡金色的光芒斜斜地落在我攤開的課本上，把上面的彩色插圖照得發亮。圖上是2顆並列的恆星，一顆標注主日，一顆標注半日，中間用虛線箭頭畫出它們的軌道交纏。主日和半日的质量比是11:7，半日圍繞主日做椭圓軌道運動，周期是13年零2個月。地球處於2者引力平衡點，所以我們的季節交替不是由單一太陽決定，而是由2顆太陽的夾角決定。這個知識點近3年高考選擇題考了2次，分值不高，但必考。我再次回頭看看窗外，還是一顆。難道自己的眼睛和別人不一樣嗎？橘子。林老師突然點我的名，你來说一下，半日的近日點距離是多少？幾十雙眼睛齊刷刷轉向我，似乎回答錯誤就會發生不好的事情。我站起來，掃了一眼課本上密密麻麻的數據，1.7億。單位呢？公里。坐下吧，認真聽講。同學們注意單位，寫錯了整道題沒分。我坐下來，手心全是汗，整節課如坐針氈。下課鈴響之後，我立馬找了個無人的角落，拿出手機搜索半日，結果鋪天蓋地，半日光譜分析，半日對潮汐的影響，半日文化意象等等。百科上甚至有一整頁專門講半日的觀測方法。肉眼可見，位於主日右側約3.5度角，顏色偏橙紅，亮度約為主日的1/7。我又跑到戶外，天上乾乾淨淨，只有一個太陽掛在正當中，右側什麼都沒有。當晚我失眠了，腦子裡翻來覆去的想，如果只有我看不到半日，那我的眼睛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可是去年體檢視力5.1，没有任何異常，還是說有別的什麼原因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學校的天台，用紙板剪了一個小孔，對着太陽投影到白紙上。如果天上真的有2個太陽，白紙上應該出現2個光斑。可我無論如何調整角度，移動紙板，重複了10幾次，始終只有1個光斑。我拿着紙板去辦公室找物理老師。周老師，如果用針孔成像觀察太陽，理論上應該看到幾個光斑？2個啊，針孔成像成的是實像，2個太陽當然成2個像。那如果只看到1個呢？那不可能，除非你遮擋了半日的入射光。你確定你的紙板對準了完整的天區？半日在主日右側約3.5度，你用的孔徑可能不夠大。他的解釋聽起來非常合理，但我心裡清楚，我調了10幾次角度，紙板覆蓋了小半個天空，不可能每次都完美避開那個右側3.5度的位置。第3天下午，我在學校後門的舊書攤上看到一本1978年出版的天文科普小冊子，封面已經泛黃，書名是《宇宙概覽》。我隨手翻開，其中一頁講太陽系，配了一張太陽的圖片，圖注寫着太陽系唯一的恆星，提供地球全部光和熱。我又翻到版權頁，確認出版日期是1978年3月，出版社是 BJ 科學出版社。我迅速付了錢，把書拿走，快步離開了書攤。我心跳得很快，這是我第一次找到實物證據，一本沒有被同步的舊書。我把那本小冊子反覆翻了好幾遍，每一頁都清楚地寫着太陽只有一個，配圖是單顆恆星的剖面圖，文字講的是日地距離、太陽黑子周期這些經典內容，沒有任何雙星系統、半日軌道之類的表述。我又拿出手機搜索半日的發現史，資料上寫着半日於1985年由美國天文學家首次觀測確認。那麼這本1978年的書出版時，半日還沒有被發現，所以只字不提，這合理。但問題是，半日如果1985年才被發現，那1985年之前的人看天上明明只有1個太陽，為什麼從1985年之後，所有人的眼睛突然就能看到2個了？如果半日一直都在，人們應該早就發現才对。除非1985年發生的那件事不是發現半日，而是制造半日。這個念頭讓我後背一陣發涼。當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想同一個問題：如果1985年之後，所有人的感知都被改寫了，那我為什麼沒有被同步？我是漏網之魚，還是說我身上有什麼東西讓那種改寫對我無效？但同時我又注意到世界其他地方也在慢慢變化，起初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，比如舊的飲水機出水口有一道茶字印子。周二的時候換了台白得發亮的新飲水機，我去問班長，飲水機什麼時候換的？上學期就換了，你之前沒注意嗎？我又注意到了一個更細小的變化，我有個初中好友送的小金魚掛件，尾巴那裡不小心摔了一小塊。上午我還摸過那個缺口，可下午我偶然發現金魚變得完整無缺，圓潤光滑，像新的一樣。可我沒有任何關於它修好的記憶，它就那麼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，像一把钝刀被人磨礪了，又悄悄放回原處。周3的地理課上，陳老師講青藏高原，黑板上標着世界屋脊，平均海拔4500米。我盯着那個數字皺了皺眉，我學過的數據明明是平均海拔4000米。班長舉手提出疑問：陳老師，我記得以前學的是4000米啊，怎麼變成4500了？
你說的那個是舊版數據，2019年國家測繪局重新測量修訂過了，新標準是4500，考試以課本為準。班長听後點了點頭，低頭在筆記本上改了數字。我翻開課本對照，確確實實寫着4500，但我的記憶裡沒有2019年重新測量這回事。我只記得從小學開始，地理書上就是4000米，而且那個女生和我用的是同一本教材，她的舊記憶也是4000，但她接受修訂只用了3秒鐘。這些變化細微到如果不是刻意注意，根本不會察覺。每一件單獨拿出來都極其容易解釋，記錯了、看花眼了、新換的沒注意，但把它們放在一起，就像一幅畫上被人用極細的筆一點點修改了局部色彩，單看每一筆都合理，整體看卻已經面目全非。我在手機備忘錄裡重新建了一個文件夾，名字叫那些變過的東西，裡面按日期記錄每一條觀察。飲水機、鯨魚掛件、青藏高原海拔，教室後牆的獎狀從先進班級變成文明班級，語文課本裡荷塘月色的月光如流水一般，變成了月光如银鏈一般。到第7天的時候，已經攢了13條。每一條都是微小的、不經意的，可以歸因為記憶模糊的改動，但這些我都不太在意了。它們的變動再頻繁，也只是一個數字、一個詞語、一條裂縫。可天上掛着的那個東西不一樣，它是每天抬頭就能看見的，是光照到皮膚上我能感覺到的，是我用针孔成像反覆驗證過的。其他異常都在細節層面跳動，唯有太陽這件事是整個感知結構的根本錯位。第10天，我在圖書館4樓的自習區遇到了一個人，他坐在角落的椅子上，面前攤着一本天文雜誌，封面是一張雙日同輝的照片。我路過的時候，他忽然抬頭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讓我腳步頓住，他的眼神裡有緊張，有試探，還有一種拼命想要確認自己不是瘋子的掙扎。同學，你能看到幾個太陽？我當下一驚，沒敢直接回答，而是反問道：你能看見幾個？1個。那天下午，我們在圖書館外面聊了很久。他叫王遠，高2理科班，比我高1屆。他說從初一開始就發現自己只能看到1個太陽，快3年了。他試過問老師、查資料，用各種儀器觀測，結果和我一模一樣。所有正式渠道都說有2個，可所有直接觀測都指向1個。我懷疑過自己是不是瘋了，但瘋子世界裡不應該只有我一個人是錯的，別人都對。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看到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，那到底是我瘋了，還是世界瘋了？你有沒有發现其他東西也在變？地圖、人名、數字都有，但最核心的就是太陽。其他東西是牆上的裂縫，太陽是承重牆，它一動，整個房子都在晃。我們交換了手機號，約好繼續聯繫。那天晚上我感覺稍微踏實了一點，至少我不是一個人，至少有人理解我抬頭看到的那個天空。但第3天，王遠的手機號就打不通了。下課之後，我在走廊截住他。王遠，你手機怎麼關機了？我沒關機啊，你打錯了吧？不過話說回來，你誰啊？我盯着他的臉看了足足5秒，他的眼神清澈，沒有戒備，沒有試探，是真的不認識我。對不起，認錯人了。王遠不記得我了，他不記得我們在圖書館的對話，不記得那個在圖書館外說天上只有1個太陽的人是自己，他變成了另一個人，一個和所有人一樣理所當然的相信天上有2個太陽的正常人。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被修正的，也許是我們的对话觸動了什麼機制，也許是有某種力量在夜間覆蓋了他的記憶，也許是他自己終於放棄了抵抗。不管是哪種方式，結果都一樣。现在只剩下我了。回去後，我又拿出那本1978年的舊書看了又看，那些關於唯一太陽的文字，證明我曾經見過一個不同的世界。我知道，如果有一天我被修正了，這本小冊子在我眼裡就會變成一堆胡言亂語。我拿起筆在書上寫了一行字：如果你看到這行字，並且覺得它是錯的，那就對了，你被改過了。天幕上乾乾淨淨地掛着一團金色的光，沒有疊影，沒有繁星，孤單的像一顆還沒被人發現的眼睛。我不知道明天早上醒來的時候，天上會變成幾個，但至少這一刻，我看到的是真的。